在城市里追逐奔波并且忙碌，穿梭的人群，时间重复，从落日到夜幕，全力以赴，我没有退路，在心灵深处。 我想在唐钰喜欢我的时候再表白，哪怕只有一点点的喜欢。你愿意是吗？真的吗？只要你的剧本好，我会按照公司的流程给你安排一个适合你的制片人。不是，我不要别人，我只要你。 你只要我？哦，我的意思是，我只要你做我的制片人，因为你比较厉害嘛。去年你做制片人的电影总票房都超过30亿了，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厉害的，而且我跟你最熟悉嘛。所以，我只想要你做我的制片人。 帮我拍一部我自己的剧本，我不要你安排别人，我只相信你。就这样。嗯。那如果我要是不答应？ 什么意思啊，唐钰，你过河拆桥是不是？我过河了吗？我不管，你可是身价过亿的上市公司老板，你好意思吗你？买卖不成仁义在，你这样说出去可是要被人笑话的。文心，你还知道我是你老板，对我这么凶，这要是换做别人，我早把他开了。要是换个人。 我才不这样小心翼翼跟你耗。那你答不答应呢？公司有公司的制作团队，我会找到一个合适你剧本的制片人。不答应就不答应嘛，反正我也就随便说说的，你就当我没说过吧。走了。回来。 干嘛？不是说要陪我聊天吗？我刚刚心情好才想陪你聊天，我现在心情不好，鬼才陪你聊天。哎，好饿啊！早给你准备好了，那，去。我去了啊。出去。
情绪不高涨啊？怎么？不开心？不开心也谈不上，我就是有点想不通。还是因为唐玉的事儿？你都郁闷一晚上了。我就是不明白，他怎么能拒绝我拒绝的那么干脆，连个让我跟他说说项目内容的机会都不给。我还想不明白呢，你到底喜欢唐玉什么呀？就这个一见钟情，力量这么大？其实，在遇见唐玉之前，我也不相信，可就是发生了呀。4年前，我带着做一个梦给你去时光签约。当梦境飞行过时间，漂浮在边界，环绕身边，梦的光圈，你投来视线，照亮整个黑夜，和我擦肩，落在担心的起点。I want your love with you， 想在你身边降落 ，Cause I miss you, miss you。我每次追逐的理由，渴望一个眼神，个拥抱的拥有。就是我看见他的第一眼，就好像丘比特在我心上开了一箭。后来我进了时光，慢慢的了解他，越了解他，我就越发现他的优点。他很优秀，他很上进。身为制片人，他既懂内容创作，又懂拍摄，永远都想得比别人更深入、更远。停！你这么夸下去，你能夸一天。哎，你就没有想过干脆跟他表白算了？我没有胜算，我怕表白了之后会破坏现状，我不知道破坏现状之后我俩关系会变成什么样。18线的小编剧和身价过亿的老板，呦，咱这书粉量级可不是18线啊！我还是想等他再喜欢我一点的时候，再跟他表白。哎呀，算了，不提他了。我算是总结出规律了，但凡你一切顺遂、心情好的时候帮我看店，不是打折就是赠送，一天下来我亏好几千。你今天这样也挺好的，心里有点事儿。但凡呢进来个人傻钱多的，你一定能让他拎着最贵的衣服走。哎呀，也是，卖衣服换换心情也不错。制片人这事儿呢，你也别想太多了。唐玉要是不当，但还有别人呢。全中国又不是只有他唐玉一个人能当制片人。感情的事儿就算了，工作你就别在一棵树上吊死了啊！可是我只想要唐玉啊，从头到尾都只想要他。唉，没救。哎呀，我不跟你说了，工厂那边刚出了一批货，我得去盯一天。我走了，你好好看店啊，卖得好给你分红。好，你路上小心啊。知道啦。
这家店的选址好好啊，在海边啊。对啊。欢迎老板，欢迎光临。你好，你好。随便看看。哎，他们家的设计好特别啊。是啊。今天老板不在，我可以行使一点小权利，给你们算便宜一点哦。老板不在，那你是这里的设计师？不是，我是老板的朋友，今天帮他开一天店。今天呀，你们碰到我算幸运，我给你们开一些小惊喜。这边。哇，这些啊都是我们首席设计师的季节限量款，随便挑。咦，小碎花不错，是吗？我也觉得好看。我这儿还有一些新品，要不给你们看看？这个呀是我们设计师的最新设计，只有这2种颜色，要不一块试试？要，我都要。好看哎，怎么样？您看看，这个衣服喜欢吗？喜欢，这可是我们的独家，只此一件哦。哎，好看的是吗？怎么办呀？我每件都好喜欢，我都想要。我都能留给你。真的？你都能留给我？今天我可以做主，而且我还可以行使一点小权利，偷偷给你们打折。可以呀，买单。不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这个是消费单，都在这里面了。这么贵？我之前买的时候没那么贵啊。刚刚你们试的那最后一条裙子是本店最贵的。上周刚有一个模特发消息来说要，但我们店吧不接受网上预订，都得亲自来店里试过了，合适才能成交。我是看您那么喜欢，而且穿上也很合适，才留给您的。要不这样，您要是真觉得贵的话，我就把裙子留给他，他过2天要来试。啊，别，我刷卡。好。哎，算了，豁出去了，为了限量款。不是，全要啊？那当然了，你没听导购姐姐说吗？那个模特盯了好久了，我要这次不买，以后就没有机会了。这可是限量版，我可不想做自己后悔的事儿。好啦，请签字。这，姐姐，你可不可以给我加个微信啊？以后如果有新款的话，你第一时间通知我。当然可以啊，要不我加你吧。好。你不得了啊，小唐姐儿。哎，你干什么编剧啊？你去干销售得了，你不得分分钟拿个销冠，得100万年薪？淡定，淡定，淡定，我这可是常规操作。我推荐给他们的呀，可都是你压箱底的好宝贝，季节限量的手工高定款。他们年轻爱时尚，有购买力，穿这样显气质、有品质的衣服，去参加姐妹的聚会多有面子呀！一分价钱一分货，他们比我们懂。说的对，有道理。手工高定，我的成本也不低呢。不过还是得谢谢他们喜欢我的设计。哎，你这看人推货的能力，要是让你们唐总知道了，是不是也得对你五体投地啊？哎呀，他才来时光没几年，身价就翻了1倍。我这点小能力，在他眼里算什么呀？反正呢，我要记你一功。说吧，要什么奖励？随缘发个红包就行。没问题，红包少不了你的。现在就发。发个大的。必须的。最近改喝香槟了。是吗？好久没来了。对，很忙啊，最近没办法，工作上的事儿。放心，马上忙完常来。对啊，一定要常来。哎呦，都在，来，一起碰一个，一起碰一个。今天的酒算我账上，好不好？好。走了。霸气。东哥。哦，都在，来，一起碰一个，一起碰一个。哎呀，我今天来了一个很重要的朋友，一会儿介绍给你，好不好？好呀。
想要喝什么直接点，算我账上行不行？行，去吧去吧，一会儿找你们，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别把自己绷这么紧，开心点儿，烟花都是为你准备的，还有额外惊喜。打住，又要给我介绍女朋友，介绍一个明珠还不够？行，我错了。哎，你不想一想，你妈催婚都催到我这儿来了，我要不解决你这个烂菜叶的问题，我就被解决了。我看你还是工作太闲了，不够忙。好了，我去喝了。来。除了我，也没有人能受得了你这样的性格。就你这样，别说30岁找不到对象，你直接注定孤独终老吧你。还在烦项目的事儿啊？之前你和我说小唐新提案的事儿，不如你就考虑一下，这样皆大欢喜啊。这是原则问题。想在我这儿走捷径，行不通的。我要是小唐新啊，我现在肯定憋屈死了。你这个人啊，就是太冷血。之前找人帮忙是你，现在呢，拒人千里之外还是你，你太难搞。我只要你做我的制片人，去年你做制片人的电影总票房都超过30亿了，你是我认识的人里面最厉害的，而且我跟你最熟悉嘛，所以，我只想要你做我的制片人。什么高富帅，这些网友真是敲敲键盘不用负责任。这要这么好，他们怎么不收了？还不嫌你哥年纪大？妈妈，你就别管我哥了，他现在有喜欢的人，就是还没有追到手，估计还在疗伤呢。你哥追谁没追到手啊？妈妈怎么不知道？我也是听他那些兄弟说的。兄弟，那不就是小霍吗？哎，小霍怎么说啊？那姑娘是谁啊？好像是之前跟他合作的编剧，还挺有才华的。哥哥还找她闺蜜帮忙来着呢。搞什么迂回战术，还挺纯情。啊，哎，那姑娘长得好看吗？有没有照片给妈妈看看？那我哪认识，我又不知道。那你找小霍要啊，小霍肯定有，快让小霍发照片。哎呀，妈妈先吃饭。宝贝呀，你哥哥都30岁了，你不骑妈妈骑呀，快点啊，乖喽。哎，好，给你要，快点啊！真是的。浩哥哥，你在干嘛？我妈要看那个明珠的照片。什么明珠啊？啊？明珠？你不说明珠吗？什么明珠呀？你才喝了1口酒就灌醉了啊！我看你啊，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了，恋爱又不顺，这人就衰老了，幻听。真是气人。我先出去一趟。你不会要把我一个人留在这儿，自己要走？那怎么可能？我就是下午打拳水喝多了，我去趟洗手间，马上回来，马上回来啊！哎呀，你行不行啊？让你发张照片怎么那么麻烦呀？还没收到吗？我都发了5、6次了。没有啊，是不是你微信有问题呀？要不然你重启一下再发一遍啊？还没有。发过去了，第1张是明珠，第2张呢是帮她追明珠的那个闺蜜。不是你发她闺蜜照片干嘛呀？我觉得她长得好看呀，跟你哥也挺合适的，所以发给你看看嘛。收到了没有？哎呀，好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啊。好。哎呀，宝贝，那照片发来了没有啊？妈面膜都糊上了，还没发。哎呀，他这网不好。哎，来了。这个第1张是我哥喜欢的一个，
这个第2张是她那个闺蜜帮她追着来。我看，这姑娘长得还挺好看的。哎，你可喜欢这个类型的哦？不对啊，这个人好像见过呀，好像今天帮我推荐衣服来着。人家不是编剧吗？干嘛当你推荐衣服啊？你搞错了是不是？我看看，没有啊，明明就是他呀。我找一下微信，这人怎么，这是什么情况呀？他为什么要拒绝我哥？我哥那么优秀，长得还那么帅，还是上市公司的 CEO。得了吧，你哥除了帅点、有钱点，没什么特别的。我确定就是这个人。还知道回来呀？怎么着？想起别人之前帮忙的好了？啊？韩九从来没有想过认真帮你。杨凤因为正经，就是他有私心，我绝对没看错。古话说的真好啊，伴君如伴虎。不过，别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你不会有一天也要这么对我吧？哼，那得看你的表现。不说了，喝酒吧。我一定要让唐云看到我项目的价值。怎么办呀？喂，民主。哎呀，救命啊！怎么了？一晚上都没见你在群里说话，突然就要救命啊？我这不是在写编剧阐述吗？写是写完了，但我总感觉还差点意思，在我这儿都达不到满分，到唐云那儿肯定是过不了关的。哎呀，很正常嘛。你刚开始写小说的时候，不也总觉得写的不好，写出了一堆版本藏在电脑的隐藏文件夹里，看都不敢看吗？你怎么那么了解我啊？哦，对了，我给你打这个电话是想问问你有没有认识专业方面的老师，能帮忙指导我一下？没问题，马上推你微信。好，谢谢啊。客气。拜拜。拜拜。知名编剧冯程明天在南港电影学院开讲座，我已经和他打过招呼了，你可以直接和他联系。想法挺有意思，不过想改编成电影的话吧，这个难度还是比较大的。你看啊，比如说这个剧作结构的问题啊，现在你还是没有跳出这个小说故事的框架，然后直接套在剧本里头了，所以说就写的情节特别的碎，而且节奏也不是特别好。冯教授，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说的这个结构不行的话，短期内该怎么提升？那这样吧。我正好前段时间啊，给我的学生开了一套书单，我可以给你微信发过去，你收一下。好。尤其是第2本，你得仔细的读一下，好吧？好。哎，陆导，您刚才课上讲的短片节奏问题有样片吗？可以参考学习一下。陆导，您不等的导演剪辑片段，能不能给我们看一下？这难道是陆之行导演？哎呀，陆导，顶流导演就是不一样。你看人家下了课之后，学生一直围着追着，不像我，孤家寡人。哎，这样，大家把问题都发给郑老师，回头答复我一起给他，好吗？好。老冯啊，哎呀，老陆啊，这又是会见哪个才女呢？按你说的，介绍一下国际知名导演陆之行。这是我们的网文大神《做一个梦给你》的作者唐鑫，唐小丽。唐鑫，你好。你好。你好。坐吧。哎呀，做一个梦给你，
这听着怎么那么耳熟呢？啊，就是他写的，现在想做影视化。哦，这本小说我听说过，还挺火的。之前在组里拍戏的时候啊，有很多小姑娘都在看。哦，闲的时候听他们聊天说，这个书脑洞很大，挺有意思的。原来是你写的。哎呦呵，哎，什么时候学会了听墙角的臭毛病啊？我们陆导拍的片子挺文艺的，就是这个人啊不太正经。我要是正经的话呀，我就不来找你聊天了，那也不能认识他呀。呀，怎么我觉着我自己那么多余呢？哎，要不然你们俩加个微信得了。哎，我说正经的啊，你正好在专业上能够指导指导他，赶紧加一个呀。我扫你吧。好。好了，加上。行，那我撤了啊。哎，我晚上有点急事儿呢。不请我吃饭了？主要就是不想浪费钱，请你吃饭。坐吧，坐吧。得了啊，你慢走，你再见。慢走。哎，拜拜。冯教授，您跟陆导很熟吗？老朋友了。他那会儿还是个毛头小子的时候啊，天天在一起喝酒、聊电影、聊文学。哎呀，现在不一样了，几部电影之后上升那么快，甘拜下风。哦，你说你昨天遇到明竹了？是啊，我昨天去买衣服，正好撞见他，好像是在给朋友看店吧，就把你昨天给我的零花钱都榨干了。哥，你说他是不是宰我？你说他宰你？也不能完全这么说，毕竟那些衣服的品质也挺好的，值那个价钱。但是我这么一想吧，他万一被你追到了，以后成了我的嫂子，多少能跟我算便宜点吧，也能留个零花钱什么的，对吧，哥哥啊？行吧，明天再给你转点零花钱。耶，哥，我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你最懂我，是全世界最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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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哥。少来啊！不过你确定你遇到的真的是明珠啊？当然了，我还看他发朋友圈了呢，画了一个无脸男，我还评论了呢，你可以去看一看。知道了，挂了。姐姐，你画的这是什么啊？这不是唐青吗？我男朋友啊。啊，这么快就有男朋友了？也是，你这么漂亮。不过你男朋友怎么没有脸呢？有倒是有，这不是怕人家不同意吗？因为我也不知道我男朋友是谁啊。当梦境飞行过时间，漂浮在边界，环绕身边，梦的光圈，你投来视线，照亮整个黑夜，和我擦肩，落在担心的起点。唐总好。他要是有一天知道这个没有脸的男人就是他，会不会后悔点这个赞？不过也许他永远不会知道这个秘密。终结孤单的等候。With you
编剧部没人了吗？提报了一整天，来了这么多个，一个靠谱的都没有。唐总，又来了一个，刚到门口。请他进来。唐总，这是我新做的策划案，我仔细研究过，梦魇的故事逻辑非常扎实，改编和翻拍的难度都不是很大，时间周期也会大大缩减。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梦魇的犯罪动机是跟本国的历史背景、社会问题以及生活习惯息息相关。移民问题、经济萧条、分餐制，这些关键的背景在我们国家是不存在的，翻拍很容易水土不服。翻拍也不是照搬嘛，我们部门会对原电影进行本土化的改编，例如我们可以加入一些……电影的核心都已经改了，照猫画虎的意义在哪？拿回去修改。您说的对，我再想想。唐总，这是我的策划案，我想写一个谍战片，就是男主原本在敌方阵营，经受了女主的洗礼之后转换身份，然后就在敌方阵营上演了反间计。听起来题材和人物关系都非常陈旧，你不懂得创新吗？你懂我的意思了吗？那我再回去想想。谭总，通知一下大家，不成熟的提案就不要再过来了，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这一次一定要让你认可我。高助理，我来提报项目。唐总，唐总，我来跟您提报项目。这是我的提案，做一个梦给你。唐鑫，我以为我们上次说的很清楚，你的这个项目我暂时没。唐总，您这不公平。什么不公平？编剧部的其他同事都有机会在您的办公室里正式跟您阐述自己的选题，我应该也有这个机会。至于最后要不要考虑，您该听完我的汇报之后再做决定。你确定你这个提案很成熟，不会耽误大家的时间吗？唐总，你放心，我已经准备好了。4点20，你只有5分钟的时间，开始吧。5分钟？可是我准备了很多，你这样子我说不完的。唐总，要不这样，你先让我画张图，画完了之后我再跟你说我的想法。我怕我说不清楚。没想到讲个提案还需要抒情结合呀。唐总，可以麻烦您给我一张纸跟笔吗？谢谢唐总，很快。唐总，能给我一支马克笔吗？谢谢。你连男朋友的脸都画不出来，你确定你画的东西别人能看懂什么意思吗？没关系啊，如果必须要有脸的话，我可以用猪头来代替。怎么，不行啊？说谁是猪头啊？疼吗？啊？我说刚刚敲你那一下，疼吗？啊，疼，疼，疼。算你鼓掌。好，那我要些赔偿。什么赔偿？你刚刚说给我5分钟的时间，可是我要把我的故事讲得很透彻的话，时间肯定是不够的。所以我想多要一些时间，可以吗？那就开始吧，不要再耽误时间了。好，你再等我一下，很快。
看什么呢？霍总，鬼鬼祟祟的。您找唐总啊？对呀，有几份文件需要他签字呢。他干嘛呢？他小唐新跟他聊什么呢？哦，提报项目。又提报。这个小唐新不一般啊！刚来了，唐总都说这不打退堂鼓就算了，还越战越勇了。不过你还别说，小唐新这像狗皮膏药一样的性格，倒是快赶上我了哈。你笑什么呢？霍总，您说您自己像狗皮膏药，这好像不是夸奖啊？是吗？我先忙去了。总而言之，唐总，故事的核心就是我改编阐述上写的，男孩穿越进了自己画的漫画当中，发现里头的恶毒女二有了自己的思想和灵魂。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之后，就发现她内心真实的善良。我来问问你，这个画的什么？这个啊，美好的外表。那这个呢？柔软的内在。这是柔软的内在啊。这画的什么鬼啊？我这画的有那么丑吗？我4岁的表侄子画的都比你好看。我又不是艺术家，我不用开画展的呀。这个画就是功能性的，方便理解人物关系跟人物动机。唐总，这个人物关系跟人物动机理解清楚了吗？当然。那就行。唐总，当你和你真爱的人发现彼此都不是过去所认识的那个人，你还会继续跟他在一起，重新尝试接纳对方吗？你说的这个，我还真没考虑过。那你想想嘛，这个就是我阐述中说的另外一个问题：爱一个人，究竟爱的是他在你面前的模样，还是他不为人知的一面？唐总，我觉得你没有想过的这些问题，应该也是观众没想过的。但这些问题其实都还挺有意思的，再加上小说里头这些有趣的奇幻情节，应该可以吸引观众。我再考虑一下吧。好，您先看看。如果还有疑问的话，我愿意随时解答。唐总，其实吧，我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哦，比如呢？比如我会弹钢琴啊，我唱歌也不错，我还有很多……算了，反正我就是不会画画。说的没错，确实画的不怎么样。你说什么？画的不怎么样？不光画的不怎么样，人也不太聪明，还能画到自己脸上。哪儿啊？右侧。哦，没事儿，你不用在意这些细节，你记得我的项目就好。唐总，唐总，江总说有事找你商量，已经在会议室等你了。让他稍微等我一会儿，一会儿下去。好。那你先回吧，项目明天再说。好。等等。嗯。本儿。哦。唐总，你再看看。记得洗脸。啊，好。唐总，下午霍总找您签字的时候，看见唐小姐在你屋里画画，就先走了。她给你画什么呀？
他跟我说一个项目，怕自己解释不清楚啊，就给我画了出来。哦，哎呀，不过今天也算领教了他的画风，还真是挺感人的。唐总，笑什么呀？我笑了吗？没笑，没笑。看来唐小姐在您心里不一般呢。有个问题我想问你，你跟他，你们俩？哦，我跟唐小姐啊，我们俩什么都没有。我不喜欢她，她也不喜欢我。那天哦，那次他跟我没做饭，完全就是。谭总，到这里，下班了。好好的来了。唐总，你等会儿是不是要回家？那你能不能载我一程？顺路的。你自己的车呢？我车保养去了。又保养？你车是去拉货了吗？1个月保养2次。我那个车就可能跟别人的不太一样啊。那个哦，对，唐总，唐小姐上次是骗你的，但这次可能是真的。上次她的车没在4S保养，就在地下车库停着呢。唐鑫，白羊和天蝎犯冲，要提防对方对自己产生不满情绪，可能导致2个人的关系急转直下。唐玉是 A 型血，我是 O 型血。我刚刚看的文章明明说这2个血型这个月很适合推进关系啊。这个星盘师不准！上个月他说我和我男朋友一定会闹矛盾分手，结果他跟我求婚了。对嘛，我就说这个肯定不准。匆匆的遇见，那一次回眸，有无限的温柔。夜晚的路口，穿行的车流，在原地等候。晚风吹灭了巷口，拥抱你以后，亲吻你额头。怕等待太久，在身边守候，还没有爱够所有。You are my everything。
才能